围绕红军村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快2年时间。俄罗斯在几天之前就声称攻克了红军村。不过，在12月6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公布一段视频，显示的是第25空中突击旅的战士在红军村北部的城区的一栋建筑物前举起了乌克兰国旗。那出现在视频画面中央的正是一栋已经被摧毁而残缺不整的居民楼。通过开源情报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居民区位于穿越红军村公路的北面。目前这条公路南面的大部分地区早就已经被俄罗斯所控制。我们再来看一下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12月红军村附近的战线变化。这个视频可以清晰看到俄罗斯的进攻方向是前行攻势，重点进攻红军村的北面和红军村的西面南面，最终试图在红军村以北对乌克兰军队实现包围。那这个视频它有些地方不太准确，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战场上的一个趋势变化。而在今年12月初，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俄罗斯士兵正在红军村的中心地带进行巡逻，并举起了俄罗斯国旗。那从这些画面，我们基本可以确认，红军村的中心地带以及中南部地区已经完全被俄罗斯所控制。那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战线图上看到。不过这些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曾经10万人的小城市已经彻底被俄罗斯的战火所摧毁。我们再来看一段来自前线的视频画面近处是几个俄罗斯士兵在倚着摩托车，那摩托车竟然已经成为这次战役中俄罗斯军队常用的运输工具。而从远处行驶来了几辆俄罗斯的主战坦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战坦克的掩护物十分夸张，除了有体积巨大的铁笼子之外，在铁笼之上还用树枝铺设了不少的掩护物，这主要是用于防范乌克兰无人机的侦察，而铁笼子则是为了抵御无人机的自杀攻击。那可见这3年的乌克兰战争给现代战争的战术带来多么大的变化，都已经改变了主战坦克的形态了。那在12月6日呢，俄罗斯又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空军部队总共探测并跟踪了空中704个目标，其中有51枚导弹、17枚弹道导弹和653架各类无人机。那其中300多架是从伊朗引进的沙赫德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则公布画面显示使用多种手段在空中试图拦截，包括出动 F-16 和幻象战斗机在空中发射导弹。也有视频画面显示战斗机在空中也使用机枪将慢速飞行的沙赫德无人机击落。Ціль знищена. Збив! 2 збито!我们知道就在11月底，美国政府提出了28点的乌克兰和平协议，而在12月初，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和谈判代表维特科夫抵达莫斯科，会见了相关人员，甚至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官方声明表示，双方在和平的
重大问题上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那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双方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进展顺利，但同时也怀疑会晤能否立即取得成果。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则告诉记者，双方在莫斯科最为关注的领土问题上未能达成妥协。俄罗斯坚持要求西方国家承认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为俄罗斯领土，并要求乌克兰从整个顿涅茨克地区撤出，而这些条件是乌克兰所无法接受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的谈判策略是失败的。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海外的一些华人圈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川普总统一直试图结束乌克兰战争，给大家带来和平，而带来和平你总不能说他是错的吧。结束乌克兰战争并带来和平，这个理念我当然是认同的，但是川普政府目前的谈判手段并不成功，也并不会带来这一点。在今年年初，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当时都不太想停火。美国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施压，包括暂停情报分享、终止军事援助等等，导致乌克兰不得不从库尔斯克地区撤退。而在随后的谈判中，乌克兰政府也逐渐接受了在双方目前的接触线达成停火协议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乌克兰战争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乌克兰，而在于俄罗斯不想停火。俄罗斯可是战争的侵略一方，你想要和平很简单俄罗斯只要不进攻、不扔炸弹了，那么川普想要的和平协议和停火协议就能立刻达成。可是如果普京认为我继续目前战场上的策略，我还能够获得收益，那么我又为什么要停手呢？就像普京之前在电视采访中所表示的，俄罗斯军队将最终通过军事手段完整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那么在这样的认知之下，俄罗斯自然就不愿意接受现在的停火协议。那美国作为调停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继续对乌克兰施压了。乌克兰已经能够接受在当前接触线停火的条件，美国理应向俄罗斯施压。只有俄罗斯意识到在战场上占不得任何便宜，我就算再打1年2年，我向前推进也不过是10公里，我没有办法通过武力获得顿巴斯地区，这样的话才能让普京停止战争。所以美国的策略应该很简单，就是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停止俄罗斯人的前进步伐。可是川普政府并不是这么做的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的施压仅限于将俄罗斯2大石油公司放上制裁名单，并对印度实施了一次2级关税而已。在战场上之上呢，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占据弱势的一方，战场的天平确实是向俄罗斯倾斜的。俄罗斯有更多的军事资源、更多的人力、更为庞大的军工产业和经济体系。可是在道义的天平之上，理应是向乌克兰倾斜的。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受害方，俄罗斯不仅发起战争，而且在为期3年的战争中持续不断的轰炸乌克兰后方的平民设施，这就包括医院、包括能源设施、包括学校、包括平民居住的居民楼等等。而这正是我最看不起普京的一点。那很多海外的右派表示普京发动战争只是为了保护乌东地区的俄罗斯裔的居民。可是你看，在为期3年的战争中，普京向乌东地区赫尔松、哈尔科夫发射了多少的导弹、炸弹、无人机，炸死了多少的俄罗斯裔的居民？难道这些做法在这些右派眼中是在保护俄罗斯裔的居民吗？你如果是个男人，你就跑到战场上一决胜负。你现在打不过乌克兰，就拿乌克兰后方的妇孺老人开刀，这又算什么男人？这又算是哪门子的右派呢？川普一直说乌克兰手中没有牌，确实乌克兰手中的牌不多。美国作为调停的一方，理应利用自己手中的牌去帮助乌克兰，去恢复战场上的平衡，去恢复这个战场上的天平。可是川普政府的做法却是用自己手中的牌不断去削弱乌克兰政府的谈判地位，去打掉乌克兰手中为数不多的牌。比如说库尔斯克地区的沦陷，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想要乌克兰达成和平，我也是，但是以和平的名义去欺负弱者，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如果论美国的政治光谱啊，那我是铁杆的右派。我来美国之后参加过很多的政治活动啊，全部都是共和党的。但是啊，事情是有对错之分，而这个对错并不是以左右来进行划分的。川普政府有做得好的地方，当然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至少在乌克兰问题上，川普的很多判断都是错误的。在当选总统之前，川普就多次表示啊，一旦当选，他就能立刻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啊，不要说立刻，不要说1个月、2个月了，已经经过1年的时间，川普用了各种手段都没有达到停火这一点。这就说明在乌克兰问题上，川普之前的认知是太过于简单，或者说是不成熟的。如果川普真的想为乌克兰带来和平，那就要使用美国手中的牌来为乌克兰带来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